纵观日本历史来看，日本总经常沉迷在一种旧梦中，想要走军事扩张的老路子。只要在日本附近稍微有一些苗头的事情发生，日本就会开始各种战备行为，意图不可谓之不明显。最近日本做的小动作就不少，几次联合美军演习，不是在东海，就是在日本本土联合美军进行夺岛演习，甚至对中国台岛问题频频发生，还要协防台岛。如今更是再次搞小动作，对中国钓岛虎视眈眈，钓鱼岛局势愈加严峻。据日媒报道称，近日有多名日本官员透露，日本政府拟将在长崎县竹苏驻地部署一支特殊的水陆两栖机队部队，而这支部队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针对中国。按照日本媒体所说，主要是为了进行夺取离岛，是为了应对我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尖阁诸岛，以及在冲绳附近的部署。最近，日本更是和美国在东海海上演习，虽又有在附近以及日本本土上和美日法澳展开夺岛演习，现在又美国移行澳大利亚在阿拉斯举行空中联合空中演习，可谓是海陆空几乎都没落下。如今要再加上新增部队人数，以及媒体上配合美国给中国造谣的威胁论，日本这回来势汹汹，解放军必须警惕。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设立这种专属部队虽然不是一天两天，但是这次日本直接新增了至少600人。按照日媒的说法，这支部队将会在2024年前成立，其中从通讯到后方支援等方面，预计合计大约有3000人左右。也就是说，日本已经在慢慢对夺岛这件事上提升了日程。一旦中国出现了什么乱子，那么日本必然会趁虚而入。这一点从日本当年在2战中的表现就能看出来。而如今日本为何敢这么明目张胆地针对中国，不外乎就是现在美国也被各个方面牵了中国。一旦中美关系宣告破裂，那么日本自然能在浑水中摸到鱼。所以这次日本选定的时间节点也十分有意思，2024年，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拜登将会面临换届，而特朗普更是早就言明会参与这一届选举。当然，这也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对手，也就是说，到时候拜登必然会为此继续针对中国，甚至加大针对中国的力度，以达到利己的目的。日本此时自然可以浑水摸鱼。最后，如果日本真的觉得背靠美国就能无忧无虑的话，那就太小看中国了。虽然中国能直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种类不多，却也不是没有，而且能打到日本本土的还是有不少的，就是不知道日本是不是想尝尝看的。据媒体最新报道，在当下美国鼓动盟友针对中国，以至于形势愈发紧张的情况下，一名台学者竟然跳出来称中国最怕拜登打俄罗斯牌，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想要挑拨离间的心思。这位台湾学者指出，之所以中国会惧怕拜登打俄罗斯牌，一共有8个理由，总结下来大概就是：如果美国选择与俄罗斯友善，那么中国就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才能让俄罗斯依然选择和中国合作。而俄罗斯在思想文化上也是偏向于西方各国这2点。在当今的形势下，台海局势因为美国屡次插手而变得焦灼，因此也涌现了很多类似这名台湾学者一样的人，发表一些自以为很有道理的言辞，要不就是觉得可以配合美军一起对付中国，要么就是想着可以离间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让中国被孤立。总结下来根本就是一个想法，那就是想方设法削弱中国的力量。但像是这次台湾学者指出的，由拜登来打出俄罗斯牌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实际上，在拜登成为美国总统以后，对俄罗斯的态度就是极其不友好的，自己制裁了俄罗斯，还鼓动着很多别的国家一起制裁俄罗斯，以至于被俄罗斯绝地反击，将美国列入不友好国家的行列。甚至于当前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已经是势如水火，俄罗斯甚至前段时间提出要跳出美元体系，直接将美国立足世界之巅的根本动摇了，以使得俄罗斯往后再遭到美国制裁受到的影响尽可能小。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在，即便是美国忽然觉悟必须拉拢俄罗斯，或者俄罗斯想要主动向美国相处融洽，都是很难实现的，只是一种经不起仔细琢磨的幻想。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共同抵制美国抱团盟友挑起矛盾的行为，至少在很长时间里都不会改变。且台学者的这番言辞也遭到了普京一句话的打脸。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近日就发表了言论称，当前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关系，2个国家在多个领域都展开了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学者的言辞也就显得非常可笑了。
据悉，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于6月举行会晤，而在此之前，拜登为了缓和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意外服软，声称美国政府将取消对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其 CEO 沃宁格的制裁。在乌克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之际，拜登突然向普京释放积极信号。外界开始猜测，拜登这突然的举动很可能跟中国有关。这段时间以来，拜登对中国的打压针对力度正在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同时对抗中俄2个大国，美国还都是非常吃力。此前特朗普也对外表示过，拜登不应该两面出击，因此拜登很可能是听取了特朗普的建议，开始战略收缩，准备集中全部的精力对付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在战略上要更胜一筹，一方面集结帮凶整合欧洲，另一方面对付俄罗斯软硬兼施，力图联俄制中，尤其是取消北溪2天然气管道的制裁，很可能一举扭转俄罗斯的战略取向，把原本倾向中国的德国拉到美国那一边，最终实现以美国为主导的由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参加的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的美盟，以更大范围孤立中国。最后，拜登就可以放开手脚对中国发动战略决战。或许说到这儿，很多人开始疑惑，美国会从南海下手，还是从台海下手？站在美国的角度上，悍然攻击中国岛屿必然会直接引发中美开战，而台海就不一样。就目前来看，美军很可能已经注入台海，下一步就是策动台海独立，引其加入国际组织，突破中国红线。一旦台独立成为事实，那么吸纳台海加入美日印澳印太联盟，就无异于逼迫中国要么失去台海，要么在极其不利的战略态势下，不得不与美日印澳等国家开战。倘若真的是这样，很可能意味着台海问题的引爆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至此，中国必须要有所准备，而当下就是最佳历史机遇。由于特朗普的胡来，导致美欧分崩离析，美日若即若离，这正好给了我国构筑能确保全球战略稳定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中俄战略安全联盟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与此同时，也给了我国一个向西结好欧盟的绝佳时机。届时世界局势一夜之间巨变，中国将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该出手时就出手。拜登精心谋划，以为整合欧洲拉拢俄罗斯孤立中国，使该国抓住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反观认为中国错失了一个最佳战略机遇。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刻，一切变数皆有可能。况且俄罗斯真的会重新与美国交好吗？想来普京没有那么蠢，拜登是什么样的人，众所周知。近日，备受关注的巴以冲突终于迎来了降温。在当地时间5月20号，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达成了停火协议，而作为本月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中国，也在第一时间宣布对巴勒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且中国国际电视台也对巴以冲突做了相关报道。但是对于中国媒体的这些报道，以色列方面却表示强烈的反对，甚至为此要与中国叫板，这是怎么回事呢？据俄罗斯塔斯社近日报道称，由于中国国际电视台在报道巴以冲突问题时，曾质疑美国之所以在巴以问题上一直包庇以色列，是因为受到犹太资本的影响。对此，以色列不知道是被中媒戳中了痛处，还是担心自己与美国的丑事被揭发，他们竟然开始跟中国叫起板来。报道称，以色列驻华使馆就此事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了5条推文，敦促中国媒体立即删除相关报道，同时还要求中国方面对以色列做出道歉。除此之外，以色列还对中国发出威胁言论，声称如果中方不道歉，他们就要向印度出售铁穹防空导弹，以此来帮助印度对抗中国。据悉，以色列之所以反应这么大，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媒体质疑美国受到犹太资本的影响，是在散播谣言和反犹言论。但是在我们看来，这完全就是他们恼羞成怒的表现。因为事实上，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对外政策很难不受到资本的影响。而在华尔街的犹太财团对美国的影响力更是被大众所知晓，并且美国在许多国际事件上都表示支持以色列，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月初的时候，一位美国女记者曾因为发布支持巴勒斯坦的推文而遭到美国共和党人的疯狂攻击。他们指责这名女记者是反以色列的煽动者，还批评美联社雇佣了她。最后，美联社就随便找了个借口将其开除。而最为讽刺的是，这名女记者是位犹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和美国口中所谓的反犹言论，只不过是其对于反对他们的言论的统一定义罢了。因此，我们想说，以色列对于我国的无端指责是坚决不能容忍的。
他们在中东耀武扬威也就算了，现在还仗着有美国的支持，在我们面前作起谣来，想让中国道歉，也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如果以色列真的敢对印度出售武器，帮助他们对抗中国，那我们就应该将其视为向中国宣战，我国必须要对其实施沉重打击，要让以色列知道，中国人绝对不是好惹的。在5月23号夜晚21时到22时，国内的社交媒体上突然涌现大量的关于 UFO 的消息。一夜之间，神州大地盛传 UFO 目击报告。根据多方的消息汇总，此次 UFO 事件主要发生在山西和河北一带，而此次的 UFO 也引起多方猜测。猜测一：航迹夜光云。意见人认为，此次 UFO 现象是由航迹夜光云导致的。所谓的航迹夜光云，是指飞机、火箭等高空飞行器在行经高空时，其发动机燃烧与空气反应，形成大量水蒸气，而水蒸气在高空低温中凝结成液态云，由此形成长长的尾焰。而发光也是有飞行器自身光源以及太阳光的散射。不过一般而言，飞行器自身其实难以发出此等强度的光。该现象一般多发生于傍晚时分，太阳光在高空中依旧有很强照射效果时，所以很难在深夜的时候出现这样的现象。因此，更多的猜测其实是围绕着解放军的军方测试来展开。猜测二：反导系统。类似拖着长长尾焰的 UFO 出现在西方地区，多地皆有目击报告，与这次的情况很像。不久之后，官方就报道称，当天我国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实验，谜底也就此揭开。因此，这一次的 UFO 现象，很多人同样认为是解放军进行反导实验所导致的。不过，有人指出，此次出现的 UFO 在高空的高度要比上次进行中段反导实验的要低一些，因此有可能是进行末端反导实验。猜测三：东风快递。要说到解放军进行可能影响大范围的导弹测试，多数人第一时间便能想到东风快递使命必达了。不少网友从这一次 UFO 出现的高度以及飞行状态判断， UFO 可能是解放军进行东风5C 导弹或者是仅射版东风41导弹的测试，而这类导弹是我国战略核威慑的主力。猜测四：前射巨浪。既然提到陆基洲际导弹，那肯定不会漏了前射洲际导弹的测试了。近年来，我军也是多次进行前射巨浪导弹的测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在试射巨浪时，官方一般会发布黄渤海禁航令，但这一次却并没有。猜测五：高超音速导弹。从众多网友的目击报告中都提到了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此次 UFO 出现时间很短，在一个城市上空出现不到1分钟就消失了。因此，也有人猜测 UFO 可能是新型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东风17导弹的诞生，代表着我国高超音速导弹已经走到世界前列。而此次 UFO 真的是一款高超音速导弹的话，那将是比东风17有着更远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综上所述，这一次的 UFO 现象不出意外的话，基本可以判定是解放军进行的某种战略武器测试。而不管是哪种武器的测试能造出这样的效果，都必然让西方坐不住，因为这是真正的战略大国才能拿出的大杀器。而更加值得庆幸的是，我国民众正在习惯这样的 UFO 现象，这说明我国的底牌已经很雄厚了。